吕总，我是来辞职的，我要入职停还了。其实专业不怎么对口，但看在薪水是现在3倍的份上，只好背叛理想了。何家如拒绝宋潇的邀请后，宋潇并没有就此放过何家如，而是采用了迂回战略，把何家如的助理江小山纳入麾下。只是宋潇根本想不到，自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从江小山隐瞒失火的真相，到江小山入职停还，全都是江小山谋划已久的阴谋。就像是何家如永远都不会知道，自从自己离开鼎明以后，与自己针锋相对的吕静一直在暗中帮助自己。江小山隐瞒失火真相的算计，剪辑房突然失火，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场意外，但只有江小山敏锐地意识到，这一切都是宋潇做的手脚。剪辑房的大火被扑灭以后，素材已经被损坏得十分严重了。此时的江小山却突然对锵锵破口大骂，都怪你们吃什么火锅，做什么饭，酒精和硬盘不能放在一起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昨天晚上是谁最后一个走的？是不是你？你就应该去坐牢，警察应该把你抓走。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一个疑问，为何江小山会如此肯定锵锵是最后一个离开剪辑房的人呢？毕竟昨晚大家都在庆功宴上庆功，根本没有人会到剪辑房去工作。江小山的举动也足以证明，他知道火烧剪辑房的罪魁祸首就是宋潇。庆功宴当晚，为宋潇送房卡的江小山亲眼看到锵锵从6106房走了出来。虽然宋潇的秘书丽莎反复强调房卡是自己的，6106也是自己的房间，这是我的卡，这是我的房间，谢谢啊。但是江小山心知肚明，6106就是宋潇的房间。最先发现宋潇没带房卡的是酒店的服务员，而宋潇又是酒店的老板，服务员绝对知道自家老板住在6106房，所以他才会如此肯定这是宋潇的房卡。因此当江小山得知剪辑房着火以后，他立刻就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宋潇吩咐锵锵做的，所以江小山才会把矛头对准锵锵，一是为了间接地告诉宋潇自己知道他所做的一切，二是为了让其他人都误以为这场火灾就是意外。下面这个小细节也足以证明，江小山知道始作俑者就是宋潇。当何家如和江小山准备带着被烧毁的素材打道回府以后，江小山突然意味深长地看了丽莎一眼。显而易见的是，江小山知道火灾并不是意外。江小山隐瞒了自己看到的一切，并且一直劝说何家如去揭发吕静。我就觉得有点奇怪，谁知道电脑短路是不是人为？为什么不可能是吕姐？她和你在竞争总经理的位置，这个片子是你们最后的考试成绩，只要能把你拉下马，她肯定不惜一切代价。佳如姐，你得向公司汇报，如果是人为纵火，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。这才是江小山的厉害之处。首先，宋潇在《不误江湖》这个项目上投资了1000万，可他却用一场大火硬生生把这1000万烧光了，这就说明肯定有更大的利益在背后驱使着宋潇。江小山很清楚，对于宋潇而言，火烧剪辑室只能得到一个好处，让何家如离开鼎明，让何家如无路可退。宋潇曾经当着江小山的面邀请过何家如加入自己的公司，跟家如说去我公司公关部、项目推广部，什么职位只要他看上了，随便他挑。宋潇也在接风宴上的有意的撮合何家如和方文斌，江小山也一眼就看出了宋潇的目的。宋总带了一个教委的领导，说是佳如姐的大学师兄，感觉那人当年应该是追过佳如姐的，反正一顿饭宋总竟拿他俩开涮，该不会他是想用佳如姐去贿赂那个当领导的吧？此时此刻的江小山也清晰意识到，宋潇火烧剪辑房是为了逼何家如离开鼎明，让何家如为自己所用。其次，江小山从何家如口中得知吕静也去过剪辑房，江小山害怕吕静在那里看到真相，所以他才会先发制人，让何家如对吕静彻底失去信任。因此江小山替宋潇隐瞒真相，嫁祸吕静，一方面是为了卖宋潇一个人情，另一方面是为了彻底掩盖真相。
宋潇让江小山入职自己的公司，原本是为了利用江小山算计何家如，可宋潇万万想不到，自己居然反被江小山算计了。江小山入职停还的算计，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，江小山曾对何家如说过这样一番话：我真的不想在鼎明待下去了，你都不知道我现在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，麻烦你跟宋总说说呗，我哪怕去售楼处端茶倒水，那个最好工资不要比现在低就行。何家如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年纪大了，以江小山的资历和年龄，不愁找不到好工作。与其说江小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不如说江小山正在等着宋潇。庆功宴当天，宋潇曾对江小山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平城见。起初江小山误以为宋潇喜欢自己，可江小山回到平城那么久，宋潇也没有主动找过他，江小山这才恍然大悟，宋潇的意思可能是想让何家如带着自己一起跳槽到庭环。换而言之，江小山对宋潇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，但是江小山也说过，自己后悔跟了何家如，性格决定命运，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我就在想，我当初是不是跟错了人？因此江小山怎么可能甘心让何家如继续担任自己的上司呢？虽然何家如拒绝了宋潇的邀约，但是江小山很清楚，宋潇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毕竟宋潇可是用了1000万才换来了何家如离职，所以江小山才会故意在何家如面前卖惨，以此获得主动权。江小山比何家如更早加入庭环，就意味着他会比何家如更早得到宋潇的青睐，也能比何家如更有利用价值。如此一来，被宋潇当作弃子，永远都会是何家如，并非是江小山。江小山既知道火烧剪辑房的真相，又对宋潇有利用价值，宋潇自然不敢轻易对付江小山，所以他才敢和宋潇要高工资。宋潇根本想不到，贪得无厌的江小山肯定不会被区区3倍工资满足。何家如永远想不到，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，对自己伸出援手的并非是助理江小山，而是一直和自己过不去的何家如。吕静对何家如的暗中帮助，吕静确实想压何家如一头，但他从未想过置何家如于死地，更没想过让何家如彻底退出这个行业。何家如在离职之前，让吕静不要为难江小山。吕静虽然没有重用江小山，但是也并没有为难他，这也足以看出吕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恨何家如。何家如根本想不到，吕静居然会在暗中帮助自己。当何家如离职那天，吕静特地到公司嘲讽何家如，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吕静说了这样一句话：我当时去到剪辑房，是因为里面有光，我以为进小偷了，我帮你去看一看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你是不是真疯了？你以为我为了打败你，我故意放火呀？当时《独舞江湖》剧组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庆功宴上，剪辑房怎么可能有光呢？更何况面对何家如的质疑，吕静从头到尾都没有否定何家如怀疑火灾是人为的可能性。吕静的这一番话其实已经隐晦地把真相说出来了，剪辑房的火灾并不是意外，而是人为。只可惜被怒火冲昏头脑的何家如并没有听出吕姐的言外之意，并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小细节：何家如离开公司以后，吕静的纪录片拍得一塌糊涂。江小山得意洋洋对何家如说：家如姐，我跟你说，他们那样骗我，找机会瞄了几眼，太惨了，简直惨不忍睹。我就打赌啊，他今后离了您，从今以后一个好东西都做不出来，他的职业生涯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吕静的才能虽然不如何家如，但他也并不是空架子，否则也不可能在公司待了那么多年。最重要的是，本草武林是照抄何家如的《独舞江湖》，也不至于做得那么差。而且吕静有多年的制片人经验，从前都是何家如出文案创意，吕静负责后面的工作，吕静的工作能力不可能这么差。因此极有可能是吕静是故意把纪录片做得那么差，这样一来总公司就不会放心的把分公司完全的交给吕静，
何家如也极有可能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。或许正如吕静所说的那样，何家如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当制片人，更不适合当领导，只适合做创意。何家如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轻而易举地相信任何人，也不要轻易地衡量一个人的好坏。江小山看似是一个好人，可他最看重还是利益。吕静看似是坏人，但是关键时候他还是会心软。